你看，这条就是步行桥，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建成的。就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海州村流入珠江的这个尽头了。前面这条桥呢，就是海运桥。其实这里哪一条桥都可以过江。右侧正对着呢，就是天字码头，广州珠江的一个现在是游珠江的码头。好了，我已经在海珠桥上了，现在骑过江去。前面呢是荔湾路，过了荔湾路呢，这条路就变成了龙津西路了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骑完了海珠村啊，这边的海珠村注入珠江的地方，看到这边有一个亭子，我就想到这个亭子上面稍稍的休息一下，喝点水，吃点东西吧。好，我刚刚在身后的一个小亭子休息了一会儿，喝了点水，吃了点饼干，然后我们就回到滨江路江岸的这条马路上，看看前面能不能去到刚刚我看到的那座步行桥。就这些江岸啊，我们也好久没有怎么来了。然后呢，你现在来就看到有很多的变化。你看，这条就是步行桥，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建成的。就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海州村流入珠江的这个尽头了。很多人在这边休息。相信呢，这一路可以去到更远。但我就在这边准备掉头了，就不去那么远了。在这条新的步行桥站一站，我们来看看风景。看，这就是海州村出到珠江的地方。前面呢，应该是一条海运桥。对面呢就是二沙岛了。这里景色不错，但是我们就不要贪多了，就从这边呢再骑回到我今天停车的地方。所以这边呢就是开始我第3段的骑行了。刚刚我看了一下地图，这边如果从海珠桥那边骑回去呢，大概8公里左右。我也是只剩了最后一块电池了，我看看它能不能坚持到我停车的地方。广州的冬天呢还是很舒服的，当然偶然也会有冷空气杀到，就会接近什么3度5度的，那也挺冷的。像现在这种16、17度，我估计弄得我现在已经20来度了吧。这种天气，你看我穿个短袖骑行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一段呢，应该是心情愉悦的路段，因为我的右侧就是开阔的珠江，在珠江的沿岸骑行，左侧这边呢都是大片的绿地，而且这个道路呢给你铺得非常的平整，
就欢迎你来骑行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应该是非常舒服的。这个江岸这边聚集了很多钓鱼的人。正好打到鱼窝里边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会说呀？前面这条桥呢，就是海印桥。其实这里哪一条桥都可以过江。我上次也从海印桥骑过去过，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导航呢，走一段海珠桥啊。珠江里面岸边停了很多珠江观光的这种游船。珠江岸边的这些楼呢，可能起得比较早啊。当年对这种时尚、这种样式没有太大讲究，都比较实用啊。这也反映着本地人的这种实用文化。所以这边的这些楼看上去啊，都是普普通通的。我也是昨天在网上偶然看到有人发了一个帖子，就专门说他怎么走了完整的一段海珠冲，也就是我今天骑行的这个路啊，但是有6点几公里，确实需要一些体力。当然他分享了很多照片，比方说这些跨在海珠冲上的一些古桥，好像有3座。那我今天经过海珠冲一路过来呢，发现还新建了很多跨这个河冲的新桥。那当然，它也记述了很多当地的当年的掌古啊，就某某地方某某人住过的一些故事。那我呢，今天就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靠2只小轮子一路骑过来。因为某些路段呢，确实会受到一些阻拦啊，有施工的区域。那更多的呢是公园或者是有些单位的房子站着，但是七拐八拐的，基本上还是沿着河冲一直骑到了珠江边。那再从这边呢回去，我刚刚在永庆坊某个停车场准备去取我的车，然后就回家去了。这边呢是大元帅府码头，因为我的左后方呢就是孙中山的元帅府，所以这个珠江边啊，它其实是有很多故事的。现在骑行的珠江边的这种小道啊，也是被大家推崇的广州几条比较适合骑行、风光比较优美啊，并且附近都有很多人文遗存的马路。我之前呢，应该是在江的北岸完整的骑过一段，
今天呢，我骑到了南面来，但我也不会骑到头啊，我就想着看看能不能海珠桥就上桥拐到江的北岸去。这条是滨江中路。右侧正对着呢就是天字码头，广州珠江的一个现在是游珠江的码头。前方呢，就是这座海珠桥，一座架在珠江两岸的最早的一座铁桥啊。最早呢，它是可以开合打开的，然后呢，因为很久不用了，干脆就把它焊死了。貌似只能是在左侧马路对面才能推车上桥。必须要从这边推车上桥。好了，我已经在海珠桥上了，现在骑过江去。以前珠江里面呢是有一块海珠石，后来呢就把它敲掉了。
下个桥来呢，前面就是海珠广场。你看啊，前面正对着那个建筑物是一种老的建筑物啊，现在叫冰冰 Plaza。这个楼呢，以前是开交易会的地方，就是广州最早开交易会在这里。经过海珠广场，现在呢，我们就骑到齐路上。右侧呢是高地街，这条小街道呢就是广州当年改革开放了，第一批人出来吃螃蟹、做生意，有很多人因此致富的地方。但实际上它是一条传统的老街，以前姓许的望族啊就在这里，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是这个家族从这边走出来的。去一路嘛，老大一路。这边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小店，都蛮有市井味道的。好，现在呢我要左转去惠福西路啊。可以看到啊，这边很多老街呢都是这种骑楼。卓见青林书院在我们的右侧，这边遗留着一些老的建筑。这是什么？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。这条是齐路了，因为我刚刚还是没有拐对路。广东华侨中学在我的右侧，这边呢，前面就是西湖路，广州教育局就在这附近啊。这边应该是蛮注重教育的一块地方。现在掉头回去，其实这边有些旧巷，倒是可以进去转转的。惠福西路，那就对了，一路往前去，前面就会连到龙津东路。好，现在从惠福西路呢骑过解放中路。 ，
这里是云台里社区，这边还是惠福西路啊，顺着这惠福西路往西骑行。骑着单车到这些老城区的街道，其实平时很少来啊，因为没什么特别的目的要来到这个地方。但是康安街老街道呢，每一条都是活得好好的啊，虽然有些陈旧，但边上呢开了各种各样的商店，都开着，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。这边呢就是五羊仙迹啊，我知道这是以前五羊传说啊，在这个地方呢有个纪念的公园，应该也是一个博物馆吧。叫南岳先贤馆五仙古观。这条路我想起来了，我曾经来过的，因为刚才那个五羊的古观呢，我是经过的。广东省人民医院惠府分院，这是我的右侧，也是肿瘤医院。看来这条惠福西路呢，也是蛮重要的一条老街区的街道。这些老的街道，老的骑楼已经被改得乱七八糟了，恢复原貌应该是不可能的。西过海州中路，对了，前面就是人民路了。这个地方都是卖眼镜、眼镜架、眼镜片，就总之眼镜制品一条街，非常大的一条街。现在呢，经过人民路啊，经过人民路呢，惠福西路就改成了龙津东路，还是龙津东路了。龙津东路。这边有很多老的街区，一定有很多以前的故事。经过光复南路，继续沿着龙津东路向西移动。这里是龙津东社区，有一条还算比较宽的市井街道，给老百姓生活的各种商店啊、小吃店啊，都有。
众神坊社区。这名字我真的没听过，那这是广州老城区里面的一个一个的街坊的名字。其实这边有很多当地人喜欢的菜馆，我们都不大会去找这些吃的。今天基本都是在老城区的老街道骑行，一路从荔湾区西关老街道过了江，骑到了海珠区的老街道，然后又骑回来。过了康王路，龙津东路就变成龙津西路了，变成了龙津中路。这里呢，算是更老的街道了。这些老城区呢，它也在想办法你比如说右侧进行了一些改造，变成了一种商业街区，但是主要的样貌呢，还是以前那种，就是开了很多店铺，大家在街上采购自己想要的生活用品。你要让这种地方变得时尚，或者是按照现代这种标准呢，那我觉得还是放弃算了不可能改好的。前面呢是荔湾路，过了荔湾路呢，这条路就变成了龙津西路。现在已经在龙津西路了。没一阵呢，就会回到我停车的地方。我就在那边骑了我的车回家去。总体上来讲今天骑的都是老城区，但是比较有意思的呢，我觉得就是海珠村的沿河的那个路段，经过了石香园。我觉得以前岭南画家的开山鼻祖就曾经在那边生活过，这个以后有机会肯定还要再去仔细的看看，这个是代表着岭南文化的脉络。那我相信岭南派的画家也是非常出名的，曾经也是文人辈出的。回到了荔枝湾，黄永玉写的字，苍劲有力非常古朴。
这边呢已经到了荔枝湾村的边上了。周围呢有很多卖这种文物啊、文创的这种店。右侧呢是一个游轮的码头，这边还有一座文塔，这是广州人的文化的根。广州古玩城在我的左侧，这边呢就有广东曾经有过功名的那些人物啊，就是状元、探花等等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从这里再骑过龙津桥，就到达我停车的地方了。就今天这段呢，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，欢迎大家点赞留言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收藏。我们感恩初心，再见吧，拜拜。